咋整啊？我这个婆婆脑回路太清晰了，让人完全捕捉不了。他们一家人最爱吃的中国美食就是饺子，但是我真是不爱在家折腾，我就直接领他们去吃的自助饺子，52块钱一个人，随便吃。我们就去了。温迪一听饺子随便吃，那去的路上就老开心了。结果到了就懵了，这熟的饺子吧，它能看出来，绿的是素的，白的是肉的，但是生饺子呢，它都有面粉裹着，你看不出来。那饺子前边倒是写了里边是啥馅儿，但他们又不认字儿。然后这饺子呢，你还不能瞎拿，吃不了的罚钱，2块钱一个，所以就非常考验他们能否短时间内精准的找到好吃的饺子，吃回本。他们就都来问我，向我求救。那我看着那素材都往脸上扑，我怎么可能帮忙呢？我说你们就自己品，一定可以找到诀窍。他们开饺子盲盒品了半个小时，最终品明白了。尼寇发现带这个肉字儿的都好吃，但是温迪他又发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任何带着这个3字儿的饺子比带肉字儿的更好吃。我还没听懂，我过去一看，发现他说的这个玄机其实就是各种3鲜馅的。所以温迪推断3也是肉，肉也是3，在汉语中应该是指比肉还香的肉叫3。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们打视频，我妈就客气一下，说自己要去市场了，问他们都爱吃啥备着。温迪根本听不懂客气，自己点上菜了，告我妈我不喜欢蔬菜，我喜欢各种3，我不挑3。我喜欢猪3、牛3、羊3。你喜欢什么3？我妈说牛膻、羊膻、猪不膻，但是再膻也不如你们膻，也不如你们膻。温迪也很无辜，不是他问我想吃什么吗？他怎么又不开心了呢？温迪不但不理解我妈为啥不高兴，他还老主动出击往枪眼上撞，我根本都拦不住。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再快的救护车也救不了找死的人，也救不了找死的人。到俺家的第1天，温迪就给我妈打电话，因为他给早达买了2件非常漂亮的裙子，就要给我妈炫耀。我妈呢看着还挺开心的，说啊，这俩裙子是真不错，你也算是对隔代人大方。我也是，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，但给孩子买可以。我就跟温迪翻译了，没想到温迪说这是我在2手店买的，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新衣服，$82件，我都没敢翻译，人家自己比划。我妈好像都快听明白了，温迪还不罢休，拿过来他从加拿大给我妈买的大礼，要给我妈看，是一只玻璃鱼。我知道那个它也是2手的，所以我必须得给温迪保命啊。我说温迪那啥，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你就说这是你特意准备的老国货高姿疯狂多肽套盒，润而不油，一抹吸收，也适合爱吃甜食爱熬夜的温迪一家，红红火火送礼不出错。挂了电话，温迪问我发现了你的妈妈的确是不太喜欢我，那我想求你告诉我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是从哪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？我觉得温迪他一直不懂，他也挺委屈，我还不如就给他解释一下吧。我说这个吧是从很久以前了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当初呢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儿，我妈这个年龄呢，她的思维就是这样的，她很重视彩礼，彩礼对她来说呢意味的东西有很多，所以她希望你也重视。温迪说啊，我理解了，我也重视的，但是你不是叫彩玲吗？ But I thought your name was Tylene, not Tylee, not Tylee. 哎，我最近对东北优秀的中老年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洞察，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以下症状。首先第一点，你们的妈妈拿不拿宾馆牙刷？在这个领域，我妈在大中华地区肯定是拿过锦旗。酒店用品一把抓，横扫宾馆小牙刷。年过60伸手节，掏空一次性拖鞋。我前段时间不住酒店吗？我妈来看我，完有一天我给前台打电话，我跟酒店说我要2副牙刷。酒店前台说对不起张女士，我们酒店客房的上限就是每个房间2个人，一天提供4套牙具，而你们房间的黄女士今天已经拿走9套牙刷8套拖鞋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方便再提供了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尴尬，我赶紧跟人解释，我说呀，黄女士这2年确实是说60嘴顺嘛，就是一出门就长牙，现在70多颗了，很费牙刷，你理解一下。我就不懂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给你买了好几百块钱电动牙刷你不用，你划了这一次性牙刷干啥呀？家里好几百个。我妈说我刷狗，但是常在江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对不？我妈也整岔劈过。我刚生完孩子那天在宾馆，发现我忘带牙具了，没法洗漱。我妈得意而傲娇的看了我一眼，从她包里翻出了一个一次性牙刷，上边还写着宾馆的名字绿百合。紧接着她又得意的翻出了一管小牙膏，然后就开始往那牙刷上挤，但就啥也挤不出来。我说我来吧妈，我妈说你产后虚弱，你挤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看她使劲搁那挤呀挤呀，就不出来，最后脑袋出汗了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点，还是黑的。我说妈，这牙膏咋这色儿呢？我妈说那酒店好呗，竹炭的。我听着我就感觉绿百合也不像是能提供竹炭牙膏档次的酒店呢，咋的不也得是个就紫竹园啥的吗？后来我看挤得太费劲了，我说别挤了，够了，结果往嘴里一放，气味刺鼻熏天，口感极度黏腻。后来我一看才整明白，这个牙刷呢是绿百合酒店的牙刷，这个牙膏呢是我住的酒店的鞋油。我妈肯定是拿人家这9双拖鞋的时候，想给人家这一次性拖鞋做个 SPA。第二个特点，天可塌，命可毁，必找东西河南北。来北京陪我那些天，真是天天，你带他游山，他找北；你带他玩水，他找北；带他享受，摁个腿，他要先找哪是北。你问他峥嵘青春怎无悔，他说先找到北，找到北。
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南西北依赖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天，我妈跟我唠嗑说：“哎呀，妈看你一天可辛苦了，妈看你我上火牙都疼。”我说：“你哪颗牙疼？”我妈说：“我不去年拔了一颗牙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妈说：“你就那颗牙东边那颗，东边那颗。”最后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逼人吃饭。他主要不是光逼你吃饭，他把你当傻子。有一次我点外卖，一份外卖饺子15个，我吃了12个，还剩3个的时候，我去接了个电话。结果回来的时候，盒里又变回剩10个饺子了。我说这个外卖这个粉色的盒好哎，长饺子。我妈说你刚才就吃了5个，你还得吃。我说妈，你刚才往里加这个饺子的色儿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而且我一下桌就给我加糖，那一碗又一碗，我再也不想喝汤了。在这种高压的喝汤节奏下，我觉得我也说了，奶水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主要是营养都从我脸上出来了。我每天早上现在脸上的油就可以用勺刮，足够油焖个尖椒啥的。就你们懂，一脸的油换一脸的哀愁，一脸的哀愁化为一鼻子的黑头，一鼻子黑头穿过你那200瓦的粉底液呀，搅黄了多少次小帅哥的回眸。我没办法了，结婚了只能远离红尘。你们要加油，毛孔大，几率小，转角的爱情不好找。所以呢，这个氨基酸泥我每周必来用一次。它用的是神奇的泥浆微粒来吸附油脂和黑头。为啥用这个泥浆呢？因为它是芋泥法。知识点啊，泥浆越细，清洁力就越强。这个泥浆细的像雾一样，能把皮肤里的脏东西都给薅出来。这里边有15种氨基酸，能快速渗透，给肌肤补水保湿，深层清洁，但是温和，没有刺痛感，不用担心上脸紧绷，就出现小时候被咱们的奶奶用劣质肥皂搓脸，就深层结大发了，给脸洗脆了，就嘴都不会张了那种感觉。用完之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皮肤陷入了不了情，好像融化的冰激凌。很多孕妇、产妇啥的想做清洁，但是不放心成分，怕刺激。这个面膜温和无添加，没有致痘、致敏和孕妇不适应的成分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。这黑头刮的还挺解压。你们的母亲们是否也一边找着北，一边拿着牙刷呢？其实脱口秀大会，你走了几期？不3期吗？我走1期，1期第2期我就下来了。是不是李亮帮我干啥？你这帮忙是不是讨厌李亮？这个事儿我跟你说，听我娓娓道来。当时他有本书嘛，当时那是前件事吧，他有本书，他想推一下子，找我推一下子。是这事儿没给办明白。我压根没同意。我一听这事，我你看我哈，就是你比我多有能耐，你比我多有钱，在我这儿。要说咱俩是一类人。你找我也不给你。不一样人咱俩，所以咱到出去就不卑不亢。你是啥谁没用，我是这么想。我感觉你也跟我差不多一样，但咱不可能坐在一个桌上吃午饭。说来呢也巧，第2天我正好就碰到了蛋总。我给大家演绎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不卑不亢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彩良。我也得打招呼吗？你随便啊，好，你随便啊。蛋总，我有几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做的时间管理？大家都知道你平时能吃能喝人，做到能吃，你喝你地有啊，地也不沾。对，你是咋做到的？每次能出一本书。其实就是给大家留下这个很不好的印象啊，就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一天有24个小时，对吧？睡8个小时，还有16个小时，喝8个不是啊，这个工作8个小时之外，还有8个小时吧？对，人家说是1个小时就可以写东西了，足够了，很多时间了。啊。不是，蛋总，你觉得是什么让你之前写的东西更注重表达个人的情感的？然后这个确实因为是这个书本来就是写给同事们看的，解决一些我们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那我完全写完之后，我同事们也在说，其实挺适合大家都读的，而且读完了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我也可以做这个去了。我们就出版一下，我是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加入这个行业吧。但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咋样？太棒了！明天还让不让我来？你必须得来。你找我，我也不给你；你找我，我也不给你。